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神秘失控人声乐团的团长陈武明。同时现在也担任阿卡贝拉国际推动的组织 Vocal Asia 的执行长。那个非常好吃的车轮饼，刚好那个我们公司附近靠光华商场，台北的光华商场。那光华商场它的巷子里面有一家很有名，已经卖了很久的很好吃的车轮饼，所以我今天那个买了咸的，也买了甜的，就打算跟大家一起边吃边聊。现在手上这个现在是菜脯，菜脯它本身那个咸香的味道是很足的，然后再搭配那个外脆内软的面皮，其实是蛮好吃的。那菜脯它自己也包进去之前也还有再稍微炒过，镜头可以看到里面有一颗一颗的这个菜脯这样的感觉。唱阿卡贝拉或者是听合唱听阿卡贝拉的朋友们，我觉得他们其实都有一个本质，就是非常乐意去做分享。因为我想可能也是因为像阿卡贝拉或合唱，它本来就是一个 teamwork， 它本来就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过程的产物。更加重要的事情是说，阿卡贝拉唱歌的重点其实不只是你唱的好听，那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能够去倾听对方的声音跟彼此的声音，因为你要听得清楚，你才有办法把声音合在一起，才能去把它达成完美的和声。国外朋友听到我们最多的台湾歌谣，很可能是原住民的歌曲。台湾因为它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跟过去的历史，它其实是完全不排斥创新跟融合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座小岛上有很多创新的东西，不管是表演艺术，不管是文化，或者是我们最新的科技跟技术。我觉得这样子一个打开，然后必须要向外走的心态，我觉得也许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屿，可能在上面居住的人他天生会具有的一个性格。所以这个文化感觉其实是很多元，它既多元创新而又细致，那也不排斥跟其他的文化，而且非常欢迎乐意跟其他的文化去做交流跟融合。国外的大的艺术节，譬如说我们说法国的亚维农艺术节，这样子一个等级的，英国的爱丁堡艺术节，他们事实上也都在这几年来都有邀请非常多年轻化的创新化的表演艺术的邀请，譬如说是比较新创的是舞台剧也好，或者甚至是偶剧这些，然后或者是说阿卡贝拉。那阿卡贝拉它即便我们是在做原住民的文化，我们也做了新的创新，这样子的融合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典型，我觉得台湾才能去做到的事情。它不只是保留住原来的元素，但更乐意跟世界上其他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格式、不同的形态去做融合，而产生出一个新的来自于台湾的一个崭新的东西。我们2005年去的时候，说老实话，那个是开启神秘时空第一次的国际的演出的先河。那么因为我们的艺术节 Vocal Asia Festival 它的主体是去推动在亚洲的阿卡贝拉音乐嘛，让大家知道我们是彼此的依靠，然后我们能够去做分享更多的音乐，更多的交流。像阿卡贝拉这样的音乐在亚洲各国，其实大家都试图用这样子的形式去跟属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去做交流。以我们在台湾的状况来说，我们就会听到很多年轻的团队会去把客家音乐、原住民音乐、甚至是我们自己喜欢的这些中文歌曲都变成阿卡贝拉的版本。当这样子的一个纯人声的形式去承载自己的文化跟自己传统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更不一样的质变。那尤其是纯人声的音乐，对很多人来说又其实是特别容易感动人。日本的阿卡贝拉团队，他们会去把他们的传统音乐，我甚至听过演歌的阿卡贝拉。然后我们会在去韩国的时候，我们会看到
会有韩国的阿卡贝拉团队把他们的传统音乐，譬如说那个 Hansoli 变成是用纯人声的形式。其实很多地方的传统歌曲，譬如说原住民的古调好了，它本来其实就没有用乐器去搭配，让自己的传统音乐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再做活化的感觉。活化完之后呢，我们再进行区域跟区域之间、文化跟文化之间的交流。那这个是我觉得这几年做下来，那阿卡贝拉可以成为一个年轻人喜欢并且承载着属于自己的地方的特色跟文化音乐的交流手段，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像去年的时候，我们跟这个日本的濑户内国际艺术季做合作，然后去做节中节，所以我们也有从台湾邀请桑布伊到濑户内过去，然后我们从日本那边也找到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很青年的这个3位线的演奏家，叫木岛裕 Yukata。一开始我就跟2位音乐家说，希望我们在这个几月几号的音乐会晚上，然后我们去做一个合奏。那当初这个桑布伊这边也想的比较简单，因为能够一起工作的时间不算多，所以就用比较轻松的方式。他就说，我这边有一首歌，那本来是用乐琴去伴奏，是不是我们去的时候就可以请这个木岛裕先生来听一下这首歌，然后把乐琴改成3位线。结果他当下他的想法完全180度转变，因为他发现就是木岛裕这个演奏其实真的非常非常棒，他觉得他不应该让木岛裕的3位线只帮他伴奏就结束，所有人都聚集到他们身边，那翻译啊，然后技术啊，然后我们行政人员啊，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就他们2个就去关到这个休息室里面去讨论，然后再确认一下彼此音乐的感觉。所以他们在下午的时候直接即兴一段新的东西出来，木岛裕的3位线，然后桑布伊他自己带了吉他跟鼻笛，然后还有他的原住民古调跟吟唱，瞬间通通融在同一个表演段落里面去。这样子的过程其实是非常非常有趣的，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个无法预期的一个很棒很棒的交流。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像办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跨国跨文化的艺术节中间，我觉得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文化交流的承载的平台。那有时候甚至是哑到不只是我哈，还有其他团员就是哑到我们必须当下去换布。自从我打比较多 B-box 之后，这件事情就比较好解决，因为我打鼓你听不出来我喉咙有没有哑掉这样子。我们的团员常常都要同一首歌可能会1-2步或2-3步的东西，万一出现什么状况，比如说缺人，或者是说声音出问题，时刻的这样去调整。回过头来说就是说维持身体的健康其实是歌手需要有的专业的技能之一啦。其实第一次我们听到都是在周星驰的电影里面，叫做《整人专家》。其实我们觉得很逗趣，因为它里面其实是一个上班族的歌舞的片段。疫情越来越严重嘛，那我们就想说，那我们不要跳舞好了，我们就是直接用这首歌做成轻松一点的防疫的影片。我觉得整体人类的感觉是从原先的就是2战结束之后，然后觉得我们应该要全世界一起携手，然后世界和平往前迈进。虽然网络越来越发达，越来越便利，但是我觉得大家的心态反而越来越看顾自己。我觉得是从个人的个体，乃至于到国家，乃至于到民族，都是慢慢往保守、往自立的方向去走。这个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阿卡贝拉是要大家一定要在一起才能有好音乐，但是这个世界的局势在往另外一边走。对于我来说，阿卡贝拉的演出或推广其实是我一个很重要的志业。有时候很多事情不是表演艺术能够去做到去承受的太多事情，但至少我在去推广让大家去唱阿卡贝拉的时候，让大家去理解声音融在一起感觉的时候，也许我再多做一点，那这个世界朝向更加分裂的那个情境的速度会再慢一些些。那我也是希望说能够我们所有人能够一起去秉持这样的想法，然后持续在我们的位置上面做好属于我们自己能去做的事情。音乐它的确相对于其他的格式，它
比较能够去跨越一些可能大家觉得既有的一些限制。我觉得在看表演的过程中，我们观众所有的人其实都是他的五感其实都是打开的，视觉、听觉，甚至是触觉，甚至是嗅觉。然后他最后融在脑里面，他能不能理解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就各个不同的环境，其实都能够去做设计的。证实了一件事情，其实大家都喜欢唱歌，大家也都喜欢听歌，要不要试着去尝试用另外一种有趣的方式唱歌？你可能不见得是主唱，你可能要负责唱一些没有意义的字，你可能要嘟嘟巴巴。有趣的事情是，所有人的声音加总变成一首歌，不是你自己的声音是一首歌。很多人说啊，我音不准啊，不能这样唱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是你只要有兴趣、喜欢、愿意开口，我觉得都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无论如何，大家其实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加入音乐，那音乐对人绝对是非常非常好的。我现在其实就在做用阿卡贝拉来去做音乐剧，是想要去做的一个比较新的、比较少见的一个格式啦，把现代的阿卡贝拉跟南管音乐合在一起。那所以我们之前也有找台湾非常棒的南管的音乐家王星星老师跟他合作。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南管其实是算是非常非常古老的中国音乐。那再来是，其实我们也持续着鼓励所有的阿卡贝拉团队做原创的歌曲，可是能不能够进一步的去做出自己想要做的音乐，想要说的故事，想要说的话。再进一步的事情是说，能不能用阿卡贝拉的这个音乐挖掘属于你自己的文化，属于你自己的特色，让它有一些创新跟改变，这个也是接下来持续要去做的事情。我觉得就是不信邪吧。我自己其实是念资管的，2年级的时候，我妈就问我说：“你要学钢琴跟学电脑，选一个。我们在家只能买一个东西。”我就那个时候小学2年级，我说当然买电脑，因为买电脑可以打电动啊。所以我从小学2年级就开始学写程式哦，然后到高中又进入资讯社，大学是考资管系，然后研究所也是资管所，都是资讯管理，绕了一圈哦。结果现在还是在做音乐，在做表演艺术，在唱歌。搞不好我那小学2年级那个时候学钢琴，我现在可能就是在当工程师。那对我来说，这件事情它的意义存在，以及它纯粹本身带给我的感动，那个力道是强的。那个力道现在还是有强到让我可以持续的在我的人生路上去推动下去，去做这个事情的。那我只要还有能力，我就会持续去做这件事情。我是神秘失控人生乐团的团长陈武明。I'm different, just like you.